大家好，今天 Jenny 要给大家介绍一道北京非常有名的美食——北京烤鸭。如果大家来北京旅游绝对不能错过这道传统的美食，因为北京烤鸭不仅仅是一道菜，它更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部分，背后有着几百年的历史。北京烤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，那时候烤鸭在北京已经有了雏形。最早的做法是用炭火把鸭子烤熟，烤得外焦里嫩，味道非常的香。到了明朝的时候北京烤鸭才真正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味，特别是在明朝的皇宫里，烤鸭被作为皇帝的专用菜，用来招待贵族和外国的使节，成了宫廷中的美味之一。等到清朝的时候呢，随着全聚德这样的餐馆出现，北京烤鸭才逐渐从宫里面走向了民间，成为了老百姓也可以品尝的美食。在这里Jenny 小课堂又要开课啦，忍不住要跟大家说一说百姓这个词。它可是一个经过历史变迁的有意思的词汇。百姓呢，从字面上看就是有100个姓氏的意思。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用来指非常多的贵族，因为在中国秦朝之前，是只有贵族才可以拥有姓氏，而没有姓氏的人们呢，只能称为民。但是在秦朝之后，社会慢慢的变化了，不是贵族的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姓氏了，所以百姓这个词所指的范围也就慢慢的变大了。再到现在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不在政府任职的普通人。和它意思一样的词汇呢，还有民众、人民、群众等。而百姓这个词语是比较口语化和日常的，所以大家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也可以说成是我是一个小老百姓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大家学会了吗？接下来回到北京烤鸭上，咱们看一看它的特色。一只合格的北京烤鸭，它的外皮是非常薄并且酥脆的，颜色呢绛红诱人，而且最神奇的是，烤鸭外皮酥脆，但是里面的肉呢却非常的滑嫩，吃上一口外脆内嫩，香气扑鼻。制作北京烤鸭的鸭子呢，都需要经过特别的挑选，通常是饲养几个月的小鸭，它们的皮呢非常的薄，而且肉质鲜嫩。鸭子在被烤制之前呢，厨师会用特别的方式把鸭子的皮先烫热定型，然后再挂到烤炉里面，用果木慢慢的烤制。当然，烤制的火候也要控制得非常的精准，这样才可以达到外皮脆、肉质嫩的鲜美口感。北京烤鸭的吃法也很有讲究的。一般来说，北京烤鸭不是直接吃的，而是用薄饼包裹着吃的。烤鸭烤制完成之后呢，厨师会趁热把一整只鸭子用刀片片成90片，每一片呢都薄厚适中，然后端上餐桌。随着烤鸭一起上的，还有一笼薄如纸的饼皮和许多的配菜，比如黄瓜条、葱丝、蒜泥和甜面酱等。吃的时候我们拿起一张饼皮，放上片好的烤鸭肉，再加一些葱丝和黄瓜丝，最后刷上一点甜面酱，
把材料包起来，轻轻的一卷，咬上一口，香脆的鸭皮，滑嫩的鸭肉，清爽的黄瓜，混合着葱丝的一点点辛辣，还有甜面酱的味道，真的是美味极了。想不想也来尝一尝呢？烤鸭的吃法呀还有很多，你要不要来一探究竟呢？总的来说呀，北京烤鸭不仅是北京的传统美食，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。它的美味、独特的做法和吃法都深受许多食客的喜爱。如果大家来到北京，千万别忘了亲自来尝一尝，体验一下这道美食的魅力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！